这给我干哪儿来了？这还是地球吗？我靠！穿越到了大前王朝的冰雪灾年，现在的大前王朝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而且我还是村子里出了名的无赖，昨天夜里喝多了马尿，跑去调戏村长家的闺女，结果被全村的壮汉揍了个半死，直接给扔到了这深山老林的千年冰洞里，让我自生自灭。人家穿越不是王爷就是首富，我倒好，开局就是一个快要冻死的盲流子，造孽呀！靠！我淹呢！怪有打火机有鸡毛用啊！算了，有打火还能取取暖。靠着打火机等死，我也算是穿越界的一堵奇葩了。广元好温暖。谁在说话？诈尸了！凡人不要怕。吾乃被封印在此的千年旱魃，掌控天地间的火焰之力。旱魃是个什么玩意儿？只要你为吾提供热源，助吾融化这万载玄冰，吾便赐你天大的机缘。不仅能让你免于冻死在这冰灾之中，还能赐你种种神迹。不是我不帮你，我浑身上下就只剩这一个打火机了。这点火怕是帮不了你。无妨，哪怕是星星之火，也能唤醒吾沉睡的本源，用你的火点燃吾的躯体。反正横竖都是死，不如死马当活马医了。我操！大变活人，这也太美了吧！凡人，你做得很好。大姐，不对，神仙姐姐，你是哪路神仙10000年前，天地暴虐，欲要灭绝人间生灵，降下了史无前例的冰灾。吾本是天庭的火神，因垂怜人类在风雪中哀嚎，便暗中透取天火，为人类提供火焰，助他们度过严寒。却不想此事触犯了天规，天帝震怒，将吾的神格剥夺，封印在这极寒冰洞之中，整整受了10000年的苦，甚至还将吾贬为了被世人唾弃的旱魃。家伙，这位竟然是为了拯救人类才被关起来的火神，这背景也太牛逼了！万年的冰封让吾的力量几近枯竭，今日遇到你，便是吾脱困的契机。你虽然是个凡人，但你手中的那簇奇火却唤醒了吾的本源。那啥，神仙姐姐，那你刚才说好的奖励？放心，吾从不食言。吾已赐你一缕三昧真火，从今往后，这世间的严寒再也无法伤你分毫。不过，吾现在的力量还未完全恢复，尚无法挣脱这万载玄冰的最后一道枷锁。神仙姐姐，你尽管说，上刀山下火海，我陈凡绝不皱下眉头。凡人，吾需要你帮吾第二个忙，去外界为吾寻找更猛烈、更长久的火源。只要有足够的热量，吾便能重现人间。到那时，吾会赐予你凌驾于凡人之上的无上神力。一言为定，你等我回来。有了这三昧真火，老子在这个冰灾末世简直就是神啊！村长，能烧的柴火门板连床板都烧光了，雪暴越来越大，这要是再生不起火，大家伙们都得冻死在这里啊！爹，后山不是还有咱们挖出来的那些黑石块吗？只要点燃那个，能烧很久很久的。傻闺女，那黑石块确实能烧，但那玩意儿太硬了，必须要极高的温度才能点得住啊！现在连点火星子都打不着，咱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等死啊！你们快看，有个火人朝咱们村子走过来了！陈凡，他竟然没死！这三昧生火虽然牛逼，
但一直开着太消耗体力了。反正我现在体质已经被改造，本身就不怕冷了，还是省点力力吧。你到底是人是鬼？我们明明把你扔进深山冰洞了，你怎么可能还活着？刚才那火是怎么回事？刚才那就是你们眼花了。老天爷看陈凡命不该绝，就让陈凡活着回来了。怎么，不欢迎啊？原主这王八蛋，孤儿一个，吃着村里人的百家饭长大，结果不学无术，偷鸡摸狗，差点把人家秀儿给糟蹋了。难怪全村人都恨不得把他生吞活剥了。不过既然我接管了这具身体，欠下的债我来还。大家别怕他，他就是个无赖。既然他没死，咱们就再把他赶出去，绝对不能让这个祸害留在村子里。都给我住手！算了，他既然命大能活着回来，咱们就不要再赶尽杀绝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想办法把火升起来。外面的风雪越来越大了，再不生火，大家都得冻死。可是村长，火车子彻底废了，咱们用2块石头砸了半天也砸不出火星子，这黑石块根本点不着啊！我操，这可是原矿煤炭啊！这玩意儿在古代可是最高效、热量最猛的火源。如果把这些煤炭都点燃，送到冰洞去，绝对能把神仙姐姐彻底解封。都别哭了，这火我能点。哼，陈无赖，你脑子被冻坏了吧？连村长都没办法，你拿什么点？用你那张能吹牛的嘴吗？陈凡，现在不是你逞强胡闹的时候，这黑石块很硬，普通的火苗根本没用。陈凡，你别跟着添乱了，退到一边去。我说能点就能点，你们看好了。真的点燃了！燃了，火燃了，咱们不用冻死了！陈凡，你是怎么做到的？刚才那一下简直就像戏文里的神仙一样。原主，你看看你以前造的什么孽，今天我替你把这恩情还上。各位乡亲，实不相瞒，我陈凡在山里险些冻死，却机缘巧合碰到了一位仙人。仙人不仅救了我，传了我法术，还点化了我。我陈凡是个孤儿，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以前我混蛋，不干人事，对不住大家，更对不住秀儿和村长。但从今往后，只要有我一口气在，绝不让大家挨冻受饿。好孩子，浪子回头金不换，你能明白这道理，你爹娘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没想到陈凡竟然还这等机遇，还学了法术。村长，这煤块也就是这黑石头，村里还有吗？我有急用。有，这后山原本就是官府废弃的煤矿，后来塌方荒废了，你要多少有多少，我这就带你去。我靠，这么多优质红煤，应该能够满足神仙姐姐那边的需求了吧？凡人，吾要的是纯粹的热源，是火焰。你弄来这一堆黑乎乎的坟间废石，意欲何为？神仙姐姐，这你就不懂了吧？这玩意儿可是大自然孕育的极品火源，你瞧好了。好强大的热力！凡人，你果然没有让吾失望。
这也太漂亮了吧！这才是真正的神仙啊！还差一点，万年的枫叶，单靠反火的温度无法彻底冲破。那咋办？还有别的办法吗？办法，凡人，吾的法力急需恢复。现在的吾不仅需要热力，更需要血石来补充本力。血石，石莲姐姐，你该不会是要吃我吧？我这小身板可够你塞牙缝的啊！胡乱想些什么？吾乃9天神明，岂会食人？吾需要的是蕴含生机的猛兽飞器，你只需去为吾打猎即可。念你修为低微，吾赐你一道御兽之术，只要你猎取足够多的血石，吾破风之日定有更绝妙的造化滋阴。得嘞，打猎是吧？包在我身上。爹，你吃吧，我不饿。在这种冰天雪地当中，有火还完全不够，要是没有食物，迟早都得饿死。乡亲们，我现在就进山打猎，今天保准让全村人吃上肉。陈凡，使不得呀！如今天寒地冻，大雪封山，野兽都饿疯了，你这会儿进山就是九死一生啊！村长放心，仙人赐了我护身的法术，普通的野兽伤不了我。不行，山路复杂，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要去的话，我跟你一起去。我常年进山采药，认识路，我可以给你指路。我也跟你一起去，多个人多个照应。算我一个。哟，这不是秀儿妹妹吗？这么大的雪，怎么跟陈凡这个废物混在一起？这村都快饿死绝了吧？秀儿，只要你今晚陪哥哥睡一觉，这只肥兔就是你的，保准让你吃顿饱肉。王虎，你嘴巴放干净点儿！关你屁事儿！秀儿，来，跟哥哥走。我的女人你也敢碰？什么东西这么烫？你使的什么邪术？你管我！再敢动秀儿一根指头，下次烧断的就不只是皮肉，而是你的猪蹄子。陈凡他真的变了，变得好有安全感。好，陈凡你有种，会点变戏法的小手势就敢进深山。今天山里的野兽都饿急眼了，等会儿碰上狼群，老子看你怎么死！慢走不送，要是真碰上狼群，老子今晚就请全村人吃狼肉火锅。吹牛谁不会？盲目进山就是找死。我们走。慢走不送。陈凡，你别逞强，你没打过猎，山上现在到处都是出来觅食的大型野兽，要是真碰上，咱们跑都跑不掉的。秀儿，信我，我既然带你们出来，就一定带你们平安带着肉回去。走吧。胡哥，你看那边是白狼群，起码有上百只。天助我也！去通知咱们村的人不要靠近这片区域。至于陈凡那个废物，咱们就搁这儿看戏，等他沿着这条路走上来，必死无疑。陈凡，这是白狼的脚印，而且数量极多，咱们快退吧！被狼群围住，骨头渣子都不会剩的。退什么？咱们的猎物自己送上门来了，大家放心大胆的往前走。这可是白狼群，连东北虎见了都得绕道走的畜生！陈凡，我看你这次还不死！陈凡，我们是不是要死在这里？别怕，有我在，
睁开眼睛看好了。羽兽诀。我的个乖乖，老王竟然给他下跪了！神仙姐姐给的法术真给力。秀儿，我说过我会保护你，上来，我带你兜风。陈凡，你怎么做到的？难不成你又大气运加身？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废物怎么可能收服白狼？狼王，去把这山里能吃的全都给我抓来！可恶，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些猎物怎么都跟中了邪一样往陈凡那边端？胡哥，要不咱们过去投靠陈凡吧？跟着他，说不定能混口肉汤喝。放屁！老子就算饿死也不求他！走，赶紧走！看戏看了那么久，现在想走，晚了。陈爷爷，陈祖宗，我错了，我刚才就是放个屁。您大人有大量，饶我一条狗命吧！把你打到的猎物都给我交出来！陈爷爷，我这就这么多了，就这么点货，去把你们村里囤积的肉食全给我交出来，不然……交，我全交，都给你，都给你！这么晚还没回来，深山里的狼群多啊，陈凡他们怕是凶多吉少了。狼群下山吃人了！那是肉啊，山一样的肉啊！爹，陈凡他在山里有大气运，连狼群都听他的话，满山的猎物都自动送上门来。陈凡，你今天辛苦了，这块大的给你吃。秀儿妹妹喂的肉就是比自己烤的香啊！你没个正经。凡人，你做的极好，无离彻底破封，只差最后一步了。乖乖，这哪里是干尸，这简直就是九天玄女下凡啊！这颜值放在现在妥妥的国民女神级别。神仙姐姐，你刚才说只差最后一步了，还需要什么？你尽管吩咐，只要我能办到的，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凡人，你弄来的这些血肉确实不错，但这也仅仅只是第一步而已。这些野兽的精血，只能让吾短暂的恢复一些微末的实力。啊！我都给你弄来一座山的肉了，这也才只是第一步，那到底还差啥呀？当年吾被天地镇压，受的伤远比你想象的要重。火源能让吾恢复掌控天地的力量，血石能让吾恢复这具神躯的血肉精气。但是，吾的神魂在万年的神战中也被天帝那刀军给强行打散了。想要重聚神魂，彻底打破这封印，必须要有极其庞大的灵气作为支撑。灵气，大姐，神仙姐姐，你别逗我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凡人，在这个冰天雪地连饭都吃不饱的灾年里，你让我上哪儿去给你找灵气去？在吾沉睡的这万年间，
这方天地的灵气似乎已经接近枯竭，寻常的地方根本不可能有灵气存在。你必须去寻找洞天福地，或者是蕴含天地精华的灵石。找灵石？行，只要有，我挖地3尺也给你找。可是你说的什么洞天福地，我又不是搬运工，我怎么给你带回来？最关键的是，我根本就不知道灵气长什么样啊，是红的还是绿的，是方的还是圆的？我一介凡胎肉眼，就算灵气摆在我面前，我也看不见摸不着，这让我怎么找？此事你不必担忧。既然你无法感知灵气，那吾便赐你一场天大的造化。吾教你修仙。修仙？我操！我操！我操！修仙，那可是修仙啊！长生不老，御剑成风，这才是穿越者的标准配备啊！老子终于要熬出头了！凡人，凝神静气，吾现在传你一套上古基础法门。太强了！我感觉我现在一拳能打死一头大象。神仙姐姐，这龟怕也太逆天了。这不过是最基础的炼体修仙功法罢了，但在你们这灵气枯竭的人间，足以让你成为绝世高手。只要你勤加修炼，就能感知到天地间残存的灵气波动。等我修炼到大成境界，是不是就可以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御剑飞行，呼风唤雨，想干嘛干嘛？若是你能为吾寻来足够的灵气，助吾脱困，别说呼风唤雨，就算是长生不死，吾也能赐予你。神仙姐姐，你放心，我这就去给你找灵气，拼了这条命也给你找回来。只要把这汉铡伺候好了，抱紧这条大粗腿，老子在这个世界以后的日子还不得直接起飞啊！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现在的局势很明朗了，神仙姐姐是个无底洞，但也是个超级宝藏。热源不能断，村里的煤矿得持续挖，持续送，肉食也不能停，得继续让狼群去狩猎。只要这火源和血势供得上，神仙姐姐的力量就能持续恢复。而重中之重，就是找灵石或者福地，只要她的力量不断恢复，我到时候得到的奖励就越多。光是给了一套基础功法就这么猛，要是他彻底解封了，说不定能直接让我原地飞升呢！必须抓紧时间了。陈凡，你跑哪儿去了？我看你半天没回来，还以为你在山里遇到危险了。快喝口热汤暖暖身子。哦，我就是去后山转了一圈，查探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大型野兽的踪迹，以防万一嘛。王虎，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事？陈爷爷，你有什么吩咐？少跟我打马虎眼。之前在山上，你可是答应过我，要把你私藏囤积的所有肉食都交出来。怎么想赖账？陈爷爷，您今天都打到这么多肉了，全村人都吃不完。我家里那些都是点残羹浮散，您就别惦记了吧。我再说最后一遍，交出来！我这就带您去。好你个王虎！村里人饿得啃树皮，你竟然藏了这么多好肉！全都搬走，分给村里的老人和孩子。陈爷爷教训的是，这些本来就该拿出来教训大家的。王虎，你给我老实一点，以后要是再敢在村里作威作福，或者打秀儿的主意，我绝对饶不了你，听懂了吗？听懂了，我再也不敢了。哼！陈凡，你个狗杂种！
仗着不知道哪里学来的邪术，竟然抢光了老子的活命钱！你给老子等着！此仇不报，王虎誓不为人！我发誓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各位，现在的食物虽然够咱们全村人吃上一阵子了，但这大雪灾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坐吃山空不是办法，咱们得防患于未完。陈凡啊，你现在是咱们村的主心骨，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我决定，我要离开村子一段时间，到附近的深山老林里去转转。陈凡，大雪封山的，你出去干啥呀？我去探查一下更远的地方有没有大型的兽群，顺便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避难所。总得给大家找条活路，总不能告诉你们，我是去找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灵气和灵石吧？就算说了，你们也不懂。村长，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村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另外，我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办。你交代。从今天开始，每天按时组织人手去后山的废弃煤矿挖炭，挖出来的炭火，还有每天新鲜打来的肉食，必须每天雷打不动地送到深山里的那个冰洞去。陈凡啊，那是你上次去过的冰洞吧？咱们自己留着发火吃肉不行吗？为啥非要往那荒郊野外送啊？这关系到我遇到的大机缘，也有大用处。你们不用管那么多，只管照做就行。切记，送到洞口即可，千万不要往深处走。你放心，我亲自带人去送，绝对出不了岔子。这附近连一丝一毫的灵气都没有，空气干净的简直像被狗舔过一样。看来必须得深入那些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去碰碰运气了。陈凡，你非去不可吗？这外面的雪下得这么大，连路都看不清，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要不你带上我吧，我给你带路，我保证不乱跑。傻丫头，我是出去办正事的。这大雪天的，我一个人在外面行动方便，要是带着你，我怎么忍心看你跟着我受冻啊？可是我担心你，你要是回不来了，我怎么办？放心吧，你相公我现在可是得到了神仙的真传，别说是几头野兽，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伤不了我分毫。我的能力你昨天又不是没见过。秀儿，听话，别胡闹了。陈凡现在是有大本事的人，他去做的是干系到咱们全村人生死存亡的大事。你跟着去，不仅帮不上忙，还会拖他的后腿，让他分心。那你一定要小心，我在村里等你回来。等我回来，给你们带好东西。说，这就是修仙者的力量吗？这种掌控自己身体的感觉，简直太美妙了！王虎，你这狗东西跑来我黑风寨，说你们那个快饿死的破村子里有很多食物和炭火，你敢拿老子寻开心？
老子现在就把你骗了，烤着吃！大当家的，小人就算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骗您啊！千真万确。我们村里不仅堆着成山的野猪肉和野兔，还有数不清的黑炭块，烧起来比木柴旺100倍，足够您和弟兄们吃上大半年的。成山的肉，真有这种好事？哼！你这贪生怕死的鼠辈，有这种好事，你自己不独吞，怎么会好心跑来告诉老子？说，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大当家的明鉴，那些肉本来都是我的，是被一个叫陈凡的小畜生给强行抢走的。那小子不知道用了什么邪术，不仅抢了我的肉，还霸占了我看上的女人。小人把这破天的富贵献给大当家的，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哦，什么请求？等大当家带人攻破了村子，金银财宝、肉食炭火，甚至是那全村的女人，全都归大当家所有。小人什么都不要，只要您到时候帮我把陈凡那小畜生抓活的，就给我亲自弄死！我要将他千刀万剐！好一个借刀杀人！这笔买卖老子做了，弟兄们，好家伙，给老子下山吃香的喝辣的去！杀！妈的，这都找了10几座山头了，连个鬼影子都没看到，更别说那什么灵气了。这破地方的灵气，难道真的已经枯竭殆尽了吗？我操！完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啊！我堂堂穿越者，难道要摔成肉泥了吗？哎呦我的亲娘啊！痛死老子了！幸亏汉茶姐姐给我传了功法，让老子的体质变强了10倍不止。这要是换成以前的凡人身体，早他妈摔死了。这波动，难道是？有了，老子找到了！灵石！这他妈简直是因祸得福啊！找了那么久，连个鬼影子都没看见，没想到掉下悬崖，竟然砸出了一条极品灵石矿脉。既然找到了，老子先吸2口尝尝鲜，正好试试这太上纳灵诀的威力到底有多猛。爽，太爽了！我感觉现在的力量比之前强大了10倍不止。要是再碰上那群白狼，老子不用御兽诀也能一拳打爆他们。虽然我的修为精进了不少，但这些灵石的数量，对于神仙姐姐那级别的神明来说，恐怕还是不太够用。管他呢，能有一点是一点。先把这些灵石带回去，以后再慢慢找。
不好，出事了！陈凡，你可算回来了！咱们村完了呀！到底怎么回事？村长呢？秀儿呢？村长快不行了，在祠堂里躺着呢。村长，到底是谁干的？陈凡，你回来了，快去救秀儿！村长，你先别急，慢慢说，到底是谁干的？是附近黑风寨的山匪，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咱们村子里囤了大量的野猪肉和黑炭。这群畜生突然下山，把咱们好不容易攒下的活命粮全都抢光了。他们不仅抢了东西，还见人就砍。秀儿为了护着村长，被那起山匪给强行掳走了。他们说要把秀儿带回去压寨。黑风寨好得很，连我陈凡的女人都敢动。我看他们是活腻了，我这就去把他们全宰了。陈凡，使不得呀！那黑风寨足足有上百号杀人不眨眼的悍匪，你一个人去，那就是羊入虎口啊！咱们还是去县城报官吧，求官老爷派兵来剿匪。报官？村长，你糊涂了，现在是什么世道？连年大旱，又遇上这史无前例的兵灾，到处都在闹饥荒打仗。官府连城里的暴民都镇压不过来，哪有闲心管咱们这穷乡僻壤的死活？再说，那黑风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山路险峻，易守难攻。别说官府现在派不出人，就算派了几百号官兵过来，10天半个月也攻不上去。等他们打下来，秀儿早就没命了。那咱们该怎么办啊？难道就眼睁睁看着秀儿被那群畜生糟蹋吗？村长，你忘了我遇到过仙人，学过仙法吗？现在的我，早就不是以前那个废物陈凡了，区区一群占山为王的土鸡搞狗，在我眼里连屁都不是，我随手可灭。你们在村里照顾好村长，我向你们保证，天黑之前，我一定把秀儿完好无损的带回来。谁敢阻拦，我让他全寨陪葬！大当家的，这次咱们可是发大财了！没想到这破村子里竟然藏了这么多好东西。有了这些肉和炭火，咱们弟兄舒舒服服过完这个冬天，绝对没问题。这还得多亏了王虎兄弟给咱们通风报信啊！王虎，这次你立了头功，老子重重有赏。多谢大当家，多谢大当家，这都是小人应该做的。不过大当家的，您可千万别忘了那个叫陈凡的小畜生。今天算他运气好，没在村子里，让他逃过一劫。这小子会点邪门法术，咱们可得防着点。防个屁！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就算会点变戏法的手艺，他要是敢来，老子直接剁成胃口。就是大当家威武！小妹儿，别怕啊！只要你今晚上好好服侍我，让我爽了，以后在这黑风寨保你吃香的喝辣的，做我的压寨夫人。呸！你做梦！陈凡不会放过你们的。大当家的，这小娘完了脾气倔得很，等一晚上玩完了，能不能赏给我也玩一下？没问题，老子吃肉，哪能不给弟兄们喝汤？爽了也给你们大家伙都尝尝鲜。多谢大当家！王虎，你这个畜生，你也是村里长大的，村长待你不薄，你竟然出卖村子，
带着山匪来抢咱们的救命粮，你不得好死！你少他妈给我假惺惺！是陈凡那个废物先要断我的生路，把我的肉全抢走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老子要是不找大当家，早就饿死在山里了。要怪就怪陈凡那个狗杂种。等明天天一亮，老子就亲自下山，带人去搞死他。不用等明天了，老子自己来了。我当是谁呢？老子正愁找不到你，没想到你这狗东西竟然自己送上门来找死了！敢抢我们村子的救命粮，还敢动我的女人，今天你们黑风寨上下一个也别想活！陈凡，你快走啊！他们人多，你打不过他们的，别管我了，快跑！好，当我黑风寨是什么地方？城门楼子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区区一个人，单枪匹马就敢闯我黑风寨，真他妈是不知死活！老大，你看看这小子，瘦割的跟个猴腿的泥腿似的，也敢在咱们面前大言不惭，真以为自己是评书里的常山赵子龙啊？不自量力！陈凡，你这次死定了！我正愁下山去哪儿找你呢，你倒是懂事儿，自己把脑袋送过来给大当家当焰火。别跟他废话了，来个人去把这小子的四肢给我卸了，剁碎了直接拉到后山喂狗，别脏了老子的聚义厅。大当家，交给我吧，我一刀就能把这小子的脑袋劈下来。小子，受死吧！陈凡，小心！一群土鸡瓦狗，也敢在我面前狂吠！反了，反了！都他妈愣着干什么？给老子一起上，砍死他！只要谁能弄死这小子，老子单独赏他一头完整的野猪，外加10两银子。陈凡，小心背后！正好，拿你们试试我现在的肉身极限。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陈凡明明就是村里出了名的混子，废物，他怎么可能这么强？他到底是人是鬼啊？废物，全他妈是一群废物！几十个人连个毛头小子都解决不了。老大，这小子有古怪，是个硬茬子，咱们得亲自出手了。杂鱼清理完了，接下来该你们了。小子，我承认，你确实有点实力，能把老子手底下这群废物打成这样，难怪敢单枪匹马闯我黑风寨。但是，
双拳难敌四手。今天只要我们兄弟二人联手，你就算长了3头6臂，也只有死路一条。大哥，跟他废什么话？敢来咱们黑风寨撒野，今天必须把他的脑袋拧下来当球体！陈凡，你少他妈得意！你再能打，也不可能是2位当家的对手。你这种乡下来的土包子根本不知道，2位当家那可是大前王朝天宝排名前10的绝顶高手，刀枪不入，杀人如麻。今天你必死无疑，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天榜前10，听起来好像很唬人啊。谁死？试试就知道。我正好想试一试，现在的实力到底有多强。这2个山界头子实力确实不一般，寻常的武林高手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和速度。天榜前10的高手果然有点东西。等等，这是……难道这2个强盗也修仙了？还是说他们误食了什么蕴含天地灵气的天才地宝？陈凡，你个废物不行了吧？刚才不是很狂吗？赶紧跪下磕头求饶，把你那点变戏法的秘密都交出来，或许2位当家心情好，还能留你一具全尸。去死吧！陈凡，小心背后！死吧！这怎么可能？他居然躲过去了！我见鬼了！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放箭，继续放箭！射成刺猬，把他射成刺猬！怎么可能？刀枪不入，金刚不坏，这他妈到底是什么人？你到底练的什么邪功？怪物，他是怪物，他妈的还是人吗？人的肉身怎么可能挡得住破家剑？经过灵石矿脉那磅礴灵气的洗髓法骨，我现在的肉身早就脱胎换骨了。区区几根凡铁打造的破剑也想伤我，简直是痴人说梦。我原本以为，你们既然体内有一丝微弱的灵气波动，或许还能给我点惊喜。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你们对力量的运用，简直粗糙的可笑。看来你们的实力也就止步于此了。既然如此，我也玩腻了，你们都去死吧！
这是什么力量？这种压迫感，就算是天榜第一的那个老怪物，也不如他。大哥，踢到铁板了，咱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跑，快跑！想跑？动了我的女人，抢了我的村子，觉得今天还能活着跑得掉吗？现在才想起来跑，晚了。老二，跟他拼了！设下饶命，谢人饶命啊！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求你把我们当个屁给放了吧！等等，我依稀记得，这大前王朝的官府对黑风寨的当家可是有高额悬赏的。这2个活口留着，送去县衙，说不定能换一大笔赏钱，以后给村里置办点生计。算你们命大。陈爷，陈总总，我错了。看在咱们同村的份上，你就饶我一条狗命吧。我以后给您当牛做马。同村？你带着山匪去抢村里的救命粮，眼睁睁看着村长被打个半死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们是同村？你这种吃里扒外的畜生，根本不配活着！啊！救命啊！大人饶命！别杀我们，我们都是被逼的。我不杀你们。但你们这些年烧杀抢掠来的所有东西，一针一线都得给我吐出来。物资藏在哪儿？在后山，后山有个隐蔽的山洞，咱们寨子所有的金银财宝、粮食、布里都在里面。最好不要骗我，如果让我发现里面是空的，我保证让你们一个个死无葬身之地。带路。大爷，就是这里了。这是灵气。这穷山恶水的破山洞里，怎么会有如此精纯的灵气？难不成这黑风寨的后山是什么上古仙家遗留的福地不成？怪不得，我就说座山雕和二当家那2个蠢货，凭什么能练出一身堪比天榜高手的蛮力？原来是常年在这有灵气的山洞里待着，潜移默化的受到了灵气的滋养。天哪，陈凡，这么多粮食，咱们村子有救了，大家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了。是啊，村里有救了。秀儿，这些东西太多，我们俩根本搬不完。你现在赶紧抄近道回村里，让村长把村里所有能动弹的汉子都叫上，带上扁担和推车，来这里搬物资。好，我这就回去。物资都是次要的，这山洞里的灵气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没路了。不对，这附近的灵气如此浓郁，绝对不可能凭空消失。果然，这墙壁里面还有一层隐藏的空间。
给我破！这难道就是前世那些修仙小说里写的灵泉？哈哈哈，真的是灵泉，灵气浓郁到极致，竟然液化成了泉水。有了这一池子灵泉，还说神仙姐姐恢复不了实力吗？之前掉下悬崖弄到的那点灵石矿脉，跟这灵泉比起来，简直弱爆了。这一滴灵泉里面蕴含的灵力，恐怕就抵得上10块极品灵石。发财了！这次是真的发财了！造孽呀！黑风寨那群畜生，不仅抢了我们的粮，还抓了秀儿。陈凡那孩子也是个死心眼儿，一个人去闯的龙潭虎穴，这简直就是去送死啊！村长，您别太伤心了，咱们这就抄家伙，就算拼了这条命，也得去黑风寨把秀儿给抢回来。秀儿，你不是被山贼给抓去黑风寨了吗？你怎么自己跑回来了？爹，我没事，是陈凡救了我。陈凡，秀儿，你该不会是说陈凡一个人从黑风寨上百号山贼手里把你给救出来的吧？那群畜生怎么可能放人？根本不是放人，你们是没看到，陈凡他简直就像是天上下凡的战神，他一个人踹碎了聚义厅的大门。黑风寨那几10号拿着大刀的悍匪一起上，连陈凡的衣服角都没碰到，就被他3拳2脚全打趴下了。就连那大当家和二当家在陈凡手里都过不了一招，直接被打得跪地求饶。他一个人挑翻了整个黑风寨，陈凡这孩子遇到的到底是何方神圣啊？竟然赐了他这么大的神通！爹，各位叔伯，你们别愣着了。黑风寨不仅被陈凡制服了，陈凡还在他们的后山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藏宝洞，里面全是咱们村被抢走的肉和煤炭，还有无数的粮食。陈凡让你们赶紧抄家伙，带上扁担和推车，上山去搬物资。好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乡亲们拿上家伙，跟着秀儿上山。面粉是上好的精面粉啊！咱们村终于不用饿死人了。陈凡啊，你简直就是咱们全村的再生父母！要是没有你，咱们村今天就彻底完了。村长，您别折煞我了，我也是村里的一份子，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大家赶紧动手搬吧，天快黑了，夜长梦多。这是王虎的东西，这挨千刀的畜生果然是他勾结山匪，害得咱们村差点遭了灭顶之灾。呸！死得好，你杀得好！这种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就该千刀万剐！今天王虎和那个座山雕都提到了一个词：天榜。看来这个大千王朝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既然有天榜，就说明这个世界上除了普通的武者，绝对存在着极为恐怖的绝世高手，甚至说不定还有其他修仙者的存在。我现在虽然靠着太上纳灵诀有了一点实力，
但在那些真正的强者面前，恐怕还不够看。必须尽快提升实力。只要神仙姐姐能够恢复神力，彻底冲破封印，我就能得到更大的机缘。凡人，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吾能感觉到你体内气血翻涌，看来是经历了一场战斗。汝在此方枯竭的天地中，这么快就寻找到了灵石。神仙姐姐交代的事情，我怎么敢怠慢？虽然遇到点小麻烦，但灵石确实找到了。不错，在这等灵气近乎枯竭的焚间界，你能这么快寻到这等纯度的灵石，实属不易。那神仙姐姐有这些灵石，能帮你冲破这上古封印吗？万载封印岂是这区区10几块灵石就能破解的？这些灵气对于凡人修仙者来说或许是无价之宝，但对于吾这等被强行打散神魂的神明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不过有这些灵石滋养，吾的神魂也能稳固一分。神仙姐姐，那你看看这个呢？这10几块灵石不过是我路上捡的。其实我还有别的好东西。别的东西？凡人，寻常的天材地宝对吾毫无用处，除了极其庞大的纯粹灵气，没有任何东西能斩断这天道锁链。你还能拿出何物？这股气息，难道是灵泉？没错，神仙姐姐，这是我意外发现的灵泉，满满一瓶子，一滴不剩，全给您带来了。灵泉，竟然真的是灵泉！天地间灵气浓郁到极致，经历千百年压缩才能化气为水，凝结成灵泉。这种至宝，就算是在无全盛时期的仙界，也是少之又少，引发无数真仙抢夺的绝世机缘。你一个凡人，在这灵气枯竭的下界，到底是去哪里弄到这等逆天之物的？嗨，就是在灭了一个山贼窝的时候，在他们后山的隐藏洞穴里意外发现的。你的运气不错，有了这瓶灵泉，吾何愁不能重聚神魂？何愁不能打破这万载牢笼？天地老儿，你困了吾10000年，今日吾便要重现世间！要破防了！老子的大粗腿终于要彻底觉醒了！破了，铁链全碎了！神仙姐姐要彻底解封了，老子马上就要跟着起飞了！可恶！这天地老儿留下的天道主义，竟如此难缠。神仙姐姐，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还没有解开啊？你喝了那么多灵泉，不是都已经恢复实力了吗？凡人，吾的法力确实已经彻底解开，但这上古封印的强度远比吾想象的要恐怖。吾被镇压了万年之久，神魂早已被剥离的残破不堪。如今虽然法力冲猛，但神魂还未回到巅峰状态，强行冲阵，只怕会魂飞魄散。
那现在该怎么办？想要彻底冲破这天道阵图，吾必须立刻进入深度闭关，借着这灵泉的残余药力，让吾的神魂彻底重聚，恢复巅峰。闭关？那需要多久啊？暂时不清楚。若是机缘足够，短则3-5天；若是神魂难以重塑，多则几年，甚至几十上百年。什么？几十上百年？我靠！老子辛辛苦苦给你找肉找灵泉，眼巴巴的等着你带我装逼带我飞呢！你要是闭关10几年，在这个乱世里，我他妈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这还玩个屁啊！神仙姐姐，这几十年我可怎么熬啊？我不废了吗？无需担心，你为吾寻来灵泉，立下天大的功劳。吾既然答应过要赐你机缘，自然会给你在这个世道活下去的保障。神仙姐姐，什么保障？吾今日赐你2门上古仙家神通，其一名为紫极魔瞳，其二名为无相依法。这2门功法皆是上古真仙所创，紫极魔瞳可洞察万物本质，看破一切虚妄。无相依法更能活死人，肉白骨，治病救人不在话下。在这灵气枯竭的凡间，只要你将这2门功法入门，便能碾压你们这个世界任何的所谓武林高手，立于不败之地。能打架还能治病，这尼玛简直就是跨维度的降维打击啊！跟开挂有什么区别？只要练成这个，在这大前王朝，我岂不是横着走？多谢神仙姐姐赐法。凡人立刻盘膝坐下，抱元守一，按照功法口诀运转灵气，吾助你一臂之力，强行入门。是。一魔瞳，开！哈哈哈哈！太强了！我的视力、反应速度还有肉身力量，至少比之前又提升了10倍。现在就算是天榜第一站在我面前，我也能一眼看穿他的破绽，一拳将他轰杀成渣！哈哈哈哈！我操！好大，好白，好想摸！这紫极魔瞳竟然还他妈自带透视功能，这简直是全天下所有男人的终极梦想啊！好看吗？好看，真好看。你若是再敢胡乱看，吾现在就把你这双贼眼给挖下来！神仙姐姐，我错了，我刚修炼成功，还没适应，绝对不是故意的。吾要开始闭关了，这期间冰洞会被吾的真火封锁，任何人都无法靠近，你好自为之。神仙姐姐，你放心闭关，我一定等你出来。
陈凡，你回来了。外面风雪那么大，赶紧过来烤烤火，吃点东西暖暖身子。还是秀儿妹妹贴心啊！我在山里跑了一圈，肚子还真是饿得咕咕叫的。秀儿，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红？是不是感染风寒发烧了？没什么，可能是屋里的这个煤炭火太旺盛了，烤得我有点热。也是，这黑炭火力确实猛。你吃过晚饭了吗？要不要坐下来陪我一起吃点？我不饿，刚才在灶房的时候我已经喝了一大碗汤了。你快趁热把这碗汤喝了吧，这是我专门给你熬的，好，特别补肾。辛苦你了。这汤味道真不错，鲜亮的很。这股热量是怎么回事？秀儿，你给我熬的这道是什么汤？是虎鞭汤。什么？虎鞭汤？你到底在里面加了多少剂量？我听村长爷爷说，这东西是大补之物，吃了对男人的身体特别好。我想着你今天一个人打那么多山匪，肯定累坏了，就全加进去了，一整根全炖在这锅汤里了。我操！一整根！你知道一整根成年猛虎的虎鞭意味着什么吗？不知道。那可是纯阳之物，是极其霸道的催情圣品。就算是一头成年公牛喝了都得发疯，更何况老子现在是个气血旺盛的修仙者，这灵气一催发，药效简直翻了10倍不止啊！陈凡，我好热，我真的好热。你怎么还脱衣服了？赶紧穿上！不要，我热，让我脱。小心！陈凡，我难受，抱紧我。要命了，真特么要命了！秀儿，你清醒一点！你喝了那该死的汤，现在神志不清了。我是陈凡，你不能这样！造孽啊！到底是谁家好人会把一整根纯阳虎鞭炖成一锅汤啊？这他妈简直是谋杀啊！秀儿，我不合适，你冷静点儿。我如今踏上了修仙之路，将来注定要离开这个小村子，去面对更残酷的世界。她只是个普通凡人女子，我若是今天趁人之危要了她，以后拿什么给她安稳的生活？我没有神志不清，陈凡，我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你知道吗？今天在黑风寨，当那个山贼头子要碰我的时候，我有多的绝望。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毁了，是你像天神一样闯进来救了我，要不是你，我早就被那些畜生给玷污了。我的命是你救的，我的人也是清清白白的。要了我吧，陈凡。他妈的，人家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老子要是再装什么柳下惠，那还算是个男人吗？这可是你自找的，以后你就是我陈凡的女人。前世我孤身一人，在这个世界，我终于也有了牵挂。你醒了？怎么，昨天晚上那个喊着要我的疯丫头去哪儿了？现在知道害羞了？
我那不是因为喝了汤吗？陈凡，你不会觉得我是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吧？胡说什么？我陈凡对天发誓，既然你现在已经是我的女人了，以后哪怕是天塌下来，我也会为你顶着。这辈子，我绝对会对你负责到底。我相信你。陈凡啊，你可算起来了！这两个山贼头子昨天被扔在柴房冻了一宿，现在半死不活的，咱们该怎么处理啊？要我说，直接一锄头敲死算了，留着也是祸害。敲死？那太便宜他们了。那你的意思是，这两人可是黑风寨的头目，官府对他们可是有悬赏的。我听闻县衙那边出了一大笔银子要这两人的项上人头。今天我就把他们送到县里去，交给县老爷，换来的悬赏银子，咱们村刚好可以用来买些布匹、种子和农具，等开春了，大家好好过日子。对呀，这可是行走的银子啊！陈凡，还是你想的周到。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出发。两位柴大哥，劳烦通报一声县令大人，我来领悬赏。领悬赏？哪儿来的乡野村夫？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县衙重地，岂容你在此消遣？我没有消遣你们，我把黑风寨的山贼给灭了，抓了他们的大当家和二当家，特来向县令大人换取悬赏银。大哥，你听见没？这个泥腿子说他把黑风寨给灭了。小子，你想钱想疯了吧？那黑风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上面还有上百号杀人不眨眼的悍匪，你一个人灭了他们，赶紧滚！这小伙子是再敢胡言乱语，老子先打你30大板！真的是好人。我说了，我灭了黑风寨。你去通报你们县令就行了。若有半句虚言，我用项上人头担保。这小子眼神有点邪门啊！那你在这等着，你要是敢拿县太爷寻开心，等会儿你的脑袋就得掉地。这该死的兵灾，到处都是流民就算了，那黑风寨的山贼更是猖獗，天天在辖区内烧杀抢掠。本官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甚至重金请了各路武林高手去剿匪，全都铩羽而归。是啊，大人，那座山雕可是个硬茬。上次您花重金请的那位天榜排名第9的高手，连寨门都没攻破，就被打断了腿抬回来。报，大人，门外来了个山野青年，拖着2个麻袋，非说自己把黑风寨给灭了，来要悬赏。荒谬！本官派去上百精兵和天榜高手都做不到的事儿，他一个泥腿子能做到？把他轰走！可是大人，那小子气势极其嚣张，非说用项上人头担保，让您亲自去验点货。大人，既然他敢拿人头担保，不如升堂见见。若是这刁民敢戏弄官府，大人更好可以杀鸡儆猴，重罚于他，也好在百姓面前立立官威。言之有理。升堂，本官倒要看看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敢来消遣本官。他下何人？见了本官为何不跪？你就是那个狂言灭了黑风寨的狂徒！草民陈凡，大人，废话就不多说了，我是来拿悬赏。你口口声声说灭了黑风寨，证据何在？若是拿不出证据，本官今日就判你个欺瞒官府之罪，立刻打入死牢。证据，这就是证据。哎呦！
那瞎了一只眼的那是座山镖，旁边那个是黑风寨的二当家，这真的是他们？什么？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两人不仅力大无穷，更是武艺高强。难道你居然是传说中名列天榜的绝世高手？天榜，昨天这两个家伙也是这么吹嘘自己的，结果连我一拳都接不住。天榜高手算什么东西？在我面前，所谓的天榜也不过是不堪一击的土鸡咬狗罢了。天榜都不放在眼里，天哪！大千王朝在天榜之上，还有一个只存在于传说中，连皇室都要敬若神明的圣榜。难道眼前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年轻人，竟然是隐藏在民间的圣榜大能？哎呀，下官有眼不识泰山，不知圣尊降临多有怠慢，还望大人海涵啊！行了，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我没空跟你在这客套。人我送到了，悬赏呢？还愣着干什么？快去金库把本县承诺的悬赏金拿出来！不拿双倍，就当是下官西行圣尊的茶水钱。大人，这是2000两银票，全国通兑，您收好。这下村里不仅能安稳过冬，就算天天吃香喝辣也足够了。钱我收了，人就交给你们官府按律法处置。告辞。恭送大人，大人慢走。站住！哎呦，我的小姑奶奶，你出来干什么？这位可是圣尊大人，休要无礼！你就是那个单枪匹马灭了黑风寨的人？有事？那本小姐问你，你是不是很厉害？比那些庸医，比那些所谓的武林高手都要厉害？怎么说呢？应该算有点厉害吧。太好了，我有一个极其要好的朋友，他得了一种怪病，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昏迷不醒了，浑身发烫。我爹找遍了方圆百里的名医，都束手无策，说他活不过今晚了。只要你能救活我朋友，不管是你要金山银山，还是你要官位，我都让我爹给你办。哪怕你想要我，只要你能救他，本小姐愿意嫁给你。婉儿，你疯了！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能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这种话？我靠，现在的城里女孩都这么彪悍，这么直接的吗？等等，重病昏迷不醒，寻遍名医都没有。神仙姐姐昨晚刚赐了我上古仙法无相医法，号称能活死人肉白骨，我正愁没地方练手呢，这就送上门来让我装逼了。快开门，去通报上官伯伯，就说我找到能救雪儿姐姐的神医了。哎呦，李大小姐，您可算来了！我家老爷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呢，您快请进。上官伯伯，雪儿姐姐怎么样了？我带神医来救她了。婉儿侄女，你可算来了。雪儿她怕是快不行了，浑身烫得像火炉，连呼吸都微弱了。神医在哪儿？快请神医出手啊！上官伯伯，这位就是我说的神医陈凡，他可是有大神通的高手，连黑风寨都能单枪匹马灭了，肯定能治好雪儿姐姐的怪病。婉儿，你莫不是在跟北北开玩笑？
这毛头小子看起来连20岁都不到，身上连个药箱都没带，怎么可能是神医？这以貌取人的臭毛病，还真是古今中外哪儿都有啊！医术高低不在于年龄大小，我既然敢来，自然有把握救人。哼哼，真是大言不惭。现在的年轻人，为了骗取钱财，真是什么弥天大谎都敢撒。上官家主，这小丫头涉世未深，恐怕是被这江湖骗子给蒙蔽了。上官小姐若是普通的病，老道我早开药了，极其凶险，岂是这种黄口小儿能治的？王道长所言极是，婉儿，你的好意伯伯心领了，但我已经请了龙虎山的王道长来做法驱邪，就不劳烦这位小兄弟了。上官伯伯，你相信我，陈凡他真的很厉害，不是骗子。那个什么王道上才是神棍呢！放肆！贫道在江湖上行医做法几10年，救人无数，岂容尔等污蔑？上官家主，若是你任由这小子在此捣乱，老道我这就告辞，令爱的死活老道不管了。王道长息怒，王道长息怒。小子，看在婉儿的面子上，我不追究你行骗之罪。来人，给他10两银子，立刻轰出去，别误了王道长救我女儿的吉时。拿钱轰我？行，不过我把话放在这儿，你女儿根本不是生病。如果让这个老神棍乱搞，不出一炷香，你女儿必死无疑。到时候，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也未必会出手。一派胡言！上官家主，老道现在就去让小姐起死回生，戳穿这骗子的真面目。王道长，求您快施法吧！只要能救活雪儿，上官家愿意奉上1半家产。家主放心，小姐这是被阴寒之气入体，老道只需布下9阳神针，辅以符水，定能药到病除。紫气魔瞳开！这他妈哪里是生病，这分明是被邪祟入体了！你这邪祟极其霸道，已经快要将这女孩的精气吸干了。住手！你那9阳神针属纯阳之火，那东西最喜吞噬阳气。你这一针下去，不是救人，是催命。黄口小儿，你懂个屁的岐黄之术！老道我施针，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来人，把这个满口胡言的骗子给我赶出去！谁敢动他9阳烈火，急急如律令！动了，雪儿动了！道长果然是神仙下凡啊！蠢货，准备办后事。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老道的9阳神针怎么会失效？没气儿了，我的雪儿没气了！你这庸医，你害死了我女儿，我要你偿命！不关我的事，是她病入膏肓，神仙难救啊！别嚎了，人还没死透，现在求我还能活？神医，陈神医，是我有眼无珠，是我瞎了狗眼，求求您，只要您能救活雪儿，我上官家的一切都给您。陈凡，你快出手吧，雪儿姐姐真的快不行了。我可以救她，但她是被极凶的邪祟入体，邪气已经逼入心脉，我必须使用独门仙法无相医法为她逼毒，
在施法过程中不能有任何干扰，所有人立刻滚出去！另外，邪祟附着在他全身经脉，为了施针逼出邪气，我必须褪去他所有的衣物。你们若是觉得名节比命重要，那我现在就走。上官伯伯，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乎这些？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我们出去。依着父母心，神仙姐姐赐我的无相医法，今天就拿你来施针了。无相医法，九转还魂。想跑，给我滚出来！灭！我这是在哪儿？别叫，我是大夫，你病好了，赶紧把衣服穿上。陈神医，我女儿她邪祟已经除尽，人已经醒了，进去看看吧。陈凡，你太厉害了！你不仅会杀山贼，还会治病，你到底还有什么不会的？刚才那团邪祟被我用三昧真火捏爆的时候，我分明感觉到了一丝极度冰寒、充满了毁灭气息的法则波动。那种气息，绝对不是人间自然生成的污秽之物，倒像是某种受人操控的灾厄之源。这冰灾降临大千王朝，恶殍遍野，难道根本不是天灾，而是有东西在背后搞鬼？婉儿，我还有急事，先走一步。酬金你帮我收着。天地无极，万里追踪，给我开！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在背后装神弄鬼。找到了。群废物！让你们去县城里吸食那些凡人的生机，制造恐慌和死亡，就是这么办事的？首领息怒，本来属下已经附身了那首富之女，眼看就要将她吸干，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一个会使仙火的野小子，不仅破坏了属下的好事，还把属下的一道分魂给直接捏爆了。
借口，全都是借口！10000年了，天帝陛下将那该死的火神镇压，降下这史无前例的冰灾，就是为了彻底抹杀这人间的所有生灵。陛下有令，必须让这冰灾持续下去。让饥饿、寒冷和绝望吞噬每一个凡人。若是完不成天帝陛下交代的任务，让这人间的生机复苏，陛下怪罪下来，我们所有人都得被抽魂烈火，永不超生。都给我滚出去！加大冰灾的强度，杀光他们！谨遵首领法旨。天帝，这一切竟然真的是天帝搞的鬼！为了灭绝人类，竟然降下这等灭世冰灾。10000年前，镇压了为了人类盗取火种的汉姬姐姐。天帝，10000年后还要驱使这些恶心的邪祟来吸食活人的生机，不弄死人间生生誓不罢休！好一个高高在上的天帝老儿，视人命如草芥。既然你不给这天下人留活路，既然你派这些走狗来为祸人间，那老子就把你这些走狗统统杀光，一个不留！陈神医，您可算回来了。这些都是老朽为您准备的薄礼，另外还有2000两黄金，还望神医笑纳。陈神医救命之恩，如同再造，雪儿无以为报。上官小姐不必行此大礼，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收了诊费，这事儿就算两清了。不，陈公子，你为了救我，不惜耗费仙力，甚至还看了雪儿的身子。雪儿清白已属公子，若是公子不弃，雪儿愿以身相许，此生侍奉公子左右，做牛做马，绝无怨言。上官雪儿，你还要不要脸了？明明是我先带陈凡来救你的，是我先看上他的。在县衙的时候我就发过誓，只要他救活你，我就嫁给他。凡凡是我的。婉儿妹妹，感情之事讲究个两情相悦。陈公子看光了我的身子，自然要对我负责。难道你堂堂县令千金，要强抢民女的夫婿吗？你胡说！陈凡那是为了行医。再说了，我爹可是县令，我能给陈凡哥哥最好的前程，你能给什么？我上官家富甲一方，整个县城的商铺有一半都是我家的，我能让陈公子这辈子衣食无忧，富可敌国。停！二位大小姐，我还什么都没说呢，我还有急事要办，先走一步。不行！雪儿姐姐，既然咱们谁也不让势，不如这样吧。怎样？咱们一起嫁给他，不分大小，一起扶持陈凡哥哥，这总行了吧？全凭妹妹做主。我操，这他妈是什么虎狼之词啊！一起服侍，老子要是留下来，迟早被你们这两个妖精吸干。多谢厚爱，但我真得走了，告辞。这陈凡，你逃不出本小姐的手掌心的。备车，你休想跑！城里的女人太可怕了，
还是我家秀儿温柔体贴。是陈凡，陈凡回来了！天哪，好大的马车！陈凡啊，你这去县城领个悬赏，怎么拉回来这么多好东西？这绫罗绸缎，这极品药材，咱们村几辈子也没见过啊！村长，黑风寨那2个当家的悬赏金我拿到了。不仅如此，我还在城里顺手救了个人，这些都是人家送的谢礼。大家把这些布匹和药材都分了，剩下的银子交给村长统一保管。等开春了，咱们去城里买牛买种子，把村子重建起来。乡亲们，快请起！这都是我该做的。相公，你一路奔波辛苦了，我给你熬了热汤，快回家歇吧。还是我家秀儿最好。走，咱们回家喝汤。好你个陈凡，跑的倒是挺快。你以为你躲到这穷乡僻壤，本小姐就找不到了吗？陈公子，既然你救了雪儿，雪儿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休想闪开我。这又是哪来的仙女？怎么全都是来找陈凡的？完犊子了，我星撞地球了！陈凡，他们是谁？啊！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追着我家相公不放？相公？谁是你相公？陈凡是答应了本小姐，只要救活雪儿姐姐，我就嫁给他的。我爹可是县令。这位姑娘，凡事讲究个先来后到。陈公子不仅对我有救命之恩，更是在闺房之内看光了我的身子，施了那通身之术。我上官雪清已悔，自然是要跟陈公子长相厮守。我上官家家财万贯，定不会委屈了陈公子。我不管你们是县令千金还是首富大小姐，陈嫔是我的。我们昨晚已经有了肌肤之亲，生米煮成熟饭了。他发誓要对我负责一辈子的。什么？造孽啊！老子单枪匹马灭黑风寨的手都没这么紧张过。这修罗场比天地降下的冰灾还要恐怖啊！我不管，反正我爹已经同意了，你有了他也得要我。雪儿不求名分，只求能陪在公子身边，哪怕做个小妾也心甘情愿。你们两个不要脸，赶紧松开！陈凡哥哥是我的。公子，雪儿是真心的。他是我的相公。停！都给我停下！你们别闹了！我今天回村就是送个东西，我要去办拯救天下苍生的大事。
秀儿，照顾好他们，老子去也！你这坏蛋，早晚把你榨干！女人果然是刮骨钢刀啊！等老子杀了这些邪祟，再回去慢慢收拾你们3个小妖精。就是这里了，吸食活人生机，制造冰灾的源头。首领，就是他，就是这个拥有鲜活的野小子，野豹子属下的分魂。哦，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区区一个凡人，竟然敢单枪匹马闯入本座的地盘！凡人？你那瞎了眼的狗主子天帝，难道没教过，在这人间不要随便惹你惹不起的人吗？哈哈哈哈哈！狂妄！10000年了，连你们人间的火神都被天地镇压，你一个连仙道都未踏入的蝼蚁，大言不惭！小的们，给我上！吸干他的精血，抽走他的神魂，我要将他点天灯！天地的走狗，今天老子就送你们下18层地狱！丹妹真火，给我燃！这火能烧穿灵魂？怎么可能？你的火怎么会如此霸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我是谁你还不配知道，你只需要知道，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混账！本座乃是天帝座下冰霜神将，岂会怕你这区区凡火？极衡领域，冰封万里。哈哈哈哈哈哈！那你火焰再烈，在本座的极寒法则面前，也只能化作一座冰雕。给我碎！法则？就凭你这半料子的破冰，也敢称法则？你敢杀天地使者？天帝不会放过你的！冰灾永远不会停！那我就把那个什么狗屁天帝也一并拉下神坛。放开本座，你这该死的蝼蚁！天帝陛下不会放过你的！死到临头了，还敢用天地来压我？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在这人间，谁才是规矩。此期魔童，搜魂夺魄，开！
一个道貌岸然的天帝，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竟然要拿天下苍生当垫脚石！上官雪，畜生！这就是你们草菅人命的理由！你都知道了，知道了又能怎样？天命不可违，你区区一个凡人，拿什么跟天地斗？去你们的天命！这些邪祟既然负责制造兵灾，这里必定有操控天灾的阵法枢纽。我碎！天地老儿，你的美梦到此为止了！太上纳灵，三昧真火，给我破！这是什么？这是炎阳之心，传闻中开天辟地时遗留的至阳本源，竟然被压在极寒阵阵之下。看来天帝一定是想用极寒之气将其彻底抹灭。既然被老子碰上了，那就是老子的机缘。有了他，我还怕什么天地老儿？城主！老子必须撑住！给我炼化！是神仙姐姐的封印，她破关了。神仙姐姐，你成功了！你体内怎会有如此狂暴的至阳本源？刚才端了个邪祟老窝，顺手把里面藏着的炎阳之心给吃了。什么？蠢货！炎阳之心乃是开天辟地的至阳之源，你区区凡人之躯强行吞噬，哪怕你有太上纳灵诀，也绝对承受不住这等狂暴的力量。你这是在找死！神仙姐姐，我好热，感觉身体要被烧穿了。罢了，你为了吾出生入死，甚至寻来灵泉助吾重塑神魂，吾岂能眼睁睁看着你爆体而亡？既然你吞了这天地至阳，而吾被封印万年，体内集聚了万载极阴玄冰之气，今日
吾便以阴阳大道助你彻底融合这股力量。阴阳大道什么意思？少废话，吾看上的男人，由不得你拒绝。闭守灵台，运转功法，借此阴阳交泰之际，随吾一起登临大道巅峰。好。万年了，吾终于重回巅峰！天地老儿，你万万没想到吧？你这万载的镇压，不仅没能拨灭吾的神魂，反而让吾因祸得福，觅得这天地间的至高大道。你洗干净脖子给我等着！今日吾便杀上九重天，让你血债血偿！天帝，你为了一己私欲，妄图献祭万灵血血，视天下苍生如草芥蝼蚁。你制造兵灾，生灵涂炭，这等倒行逆施之举，你根本不配坐在这三界共主的宝座上。若是让你这等道貌傲然的伪君子继续掌控天道，这人间永无宁日。今日我陈凡为这天下苍生讨一个公道。我们要踏平你那凌霄宝殿，还这世间一个朗朗乾坤。你怕吗？有神仙姐姐在怀，就算是刀山火海，九幽炼狱，我陈凡也敢闯一闯。